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喀布尔。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阿富汗一个农村里面，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学校，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就过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跟着那个翻译的脚步啊，就是去看一下这个阿富汗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兄弟们。这个就是学校的大门啊，那个3根木头，然后铁丝网，连一个门都没有是吧？没有门的啊。有这个。这学校的门就是一块那个布啊，学校门是一块布。看看这个。这个是校长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打电话，然后接受了那个委托啊，就是过来看一下。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个校长啊，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大概10几年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学校，然后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孩子们都是他的学生，全部都是附近这个村庄的一些非常贫困的家庭啊，就是孩子在这里上学，然后这些学生的学费啊都是不要钱的。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家长啊，也是其中的一个家长是吧？我们看到在场的这个孩子就是围过来了，也没有看过中国人啊。你问这些孩子，你知道中国吗？那个亲的没事的，不知道，不知道，太小了他们。你问校长知道。亲巴的亲nam sayamos，是我们的邻居啊。他有一些哈扎拉人，就是和我们长得是一个样啊。然后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这个学校吧。走进来以后呢，你就能感到这个学校里面啊，全部都是那个漫天的这个黄土。你看到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个还不如这里惨啊！就是城市里面至少人家是有房住的，这边就是人是住帐篷的，然后这个学生也是在这个帐篷里面学习啊。大概这个全场大概有个100来个家长吧。我们再来参观一下这个阿富汗的学校办公室啊，兄弟们真的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然后打开这个帐篷呢，这里面居然是一间教室啊。这个是校长的那个自行车，已经开了20年了，这肯定是从中国那边搞过来的。上海产的，对，是上海车吧？应该是，我知道这个是上海。凤凰啊，凤凰兄弟们，这个是我用过的，所以我知道这个车，这是上海产的。啊，骑了20年还没破是吧？没有，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啊！中国这个自行车很厉害的。对。这是保安在这里睡觉，这是安保办公室。这居然是一间教室啊，兄弟们，我没法想象。你看这桌都是。
啊，这个是校长，这个是工头师傅，工头师傅，工头老大啊。啊 Jak du se? Zindabad Chin! OK。看到我后面的这个4个帐篷了吗？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这个什么帐篷学校啊，你或者可以叫它蒙古包学校。好了，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围墙的这边啊，就是水塔的下方。之前走了太急了，没来得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学校的全貌。这边主要的人呢，就是那个哈扎拉人啊。有人说这个哈扎拉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后代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所以你看这个蒙古包是不是搭的特别的好啊？我们今天呢来的比较早，就是跟阿龙一起过来了。就是这个学校呢，我准备给他们盖房子，就是把这个围墙全部翻新，然后把这边建那个4栋房子，然后那边的话做一个食堂，基本上是够了。然后后期的话，我还会在这个地方给它翻修翻新啊，就是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的像个学校那种样子啊。早上这个孩子们现在都在这等我呢，刚才一个一个跟我握手了。这是咱们的大师傅熊大，来，撒了。你好，你好，这都是孩子的家长啊，孩子家长，还有那个小女孩，校长来了啊，撒了，全能男人啊，你好。现在是早上时间，早上时间是男孩子上课，下午的话是女孩子。早上的男孩现在都在学校里面等着那个老师过来，然后这边的男孩看着比较调皮啊，但是我来了，他们都不说话了啊，在这等着老师过来啊。通过这边人了解啊，我才知道这边是一个公立学校，是4个蒙古包啊。然后我跟这个校长呢也已经沟通好了，我会在第一时间出资，然后让他呢就是去寻找那个施工队，找完那个施工队呢就是2个人，因为这边的话很多村民是可以免费为我干活的，所以在这边呢我只需要找一个工程师，然后找一个工头师傅，出2个人的工钱就行了，其他人都是免费帮我干活。然后这个楼大概就是计划什么时候修好呢？我们会计划在1个月之内啊送那个4间教室，然后再送一个办公楼加一个食堂。总花费的话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我的手机呢有收到这个网友就是之前在那个西瓜视频给我的打赏，一共是55544。其实赞赏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也是大家对我作品的一种认可吧，对吧？因为我去任何一个国家拍视频，我都是有赞赏的，但是在这个阿富汗，我这个赞赏是真的给的太多了，所以说这个钱的话，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能收，所以说呢，这个钱我必须投出去啊，就是把人家的学校盖起来，然后后续的包括这个村啊周边的一些居民啊，对吧？他们的生活不怎么样的，我会给他们一些更多的帮助啊。这个帐篷呢，就是每天啊，他都是要把这个绳子重新绑一次。如果说这些村民他每天不出来把这个东西加固一下的话，这个帐篷的话就会被吹走啊，之前被吹走好几次了。我现在呢跟这个旁边这位是县长啊，就是跟他们先谈了一个初步计划。首先这个学校需要先把它这个围墙全部建起来啊，就是建起围墙了，至少这个安全会有保障。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阿富汗就是经常有这种带这个人体炸弹的，就是冲到学校来炸人啊。所以说先给他们把这个围墙修好，然后修好围墙之后呢，我们会先给他把这个4个教室全部翻新成那个水泥的那种教室啊。然后后续的话，像这边的这个计划，我们会放到那个第2期的工程来做啊，就是准备给这个学校来一个彻底的大改造啊。行，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就去买材料吧。我们现在叫一个联系人跟我们一起去买那个材料，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动工了啊。干大事了，兄弟们！带了3个师傅，然后现在去阿富汗当地的这个建材城啊，去看这个材料，然后把这个材料今天订上，然后就直接拉到这个学校附近了，明天就开始开工了啊！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阿富汗当地的一个建材城啊，这边有那个钢筋、水泥啊，还有包括砖头啊，所有的都有。就这边只要下单了给钱，他就直接一车把你那个砖头拉过去啊。好的砖头呢，它是4块钱一个，坏的呢它就是2块啊，2块的话就是1毛钱。兄弟们看看这个阿富汗的砖头啊 ，NB 牛逼砖头啊！砖头到底有多牛逼呢？咱也不知道啊。这边呢是卖一些沙土啊，还有这个地方是卖那个水泥的。水泥多少钱一袋？500、600。500盎尼、600盎尼，500、600的话就是30到4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袋啊。我们的这个大师傅就是因为要采购他很多砖头，在这里跟他们把价格先谈好，尽量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啊，因为要拉很多砖头修这个围墙，还有盖这个教室。这边3台车啊，已经走了3台了，然后加那个水泥，加那个沙石啊，就是全部要运送到那个学校那边。就是这个东西就相当于那个地基一样，在那个底下固定住，然后上面用那个水泥把它那个涂抹好，再在上面盖那个
个砖头啊，这样的话房子不容易倒塌。阿富汗这边很少地震啊，所以他们本地人的房子，你看都是这种底下用这种大石头固定，然后上面和好这个水泥沙石，然后再盖这个围墙啊。我们来跟那个客户就是下好订单，我们把那个石头也采购好。今天我们20车的石头啊，全部都要拉过去。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学校了啊。你们看到，这是其他家里的围墙啊，这是咱们的那个，这是峰哥准备帮阿富汗人盖的学校啊。现在这个地方啊，你们也看到了，就是一层布加这个铁丝网，连这个铁丝网都是找当地的这个人租的啊，就是这个铁丝网。都不属于他们自己，就是连一堵像样的围墙都没有。你说这学校它有安全保障吗？我想问大家。其实，在前几天发生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有人就是带着那个炸弹，然后冲到学校去爆。所以说，无论如何呢，这个地方围墙就是现在我是放到第一位，先把这个围墙盖起来，然后放一个大铁门啊，就是保障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们现在进学校了啊，这是今天忙碌了一整天时间啊，我们叫那个卡车司机，然后帮我们把那个砖头还有这个石头现在全部拉到学校来了。我跟大家说，以后这地方要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第一批砖头啊，已经拉到了这里，然后今天呢要拉10车的砖头，20车的那个地基啊，就是那种大石头。今天是咱们学校有史以来啊最热闹的一天，我决定要把这个帐篷学校大改造啊，全部都是现在我们的那个货车在这里拉砖头，然后卸那个石块啊。今天把材料全部拉过来，然后明天早上的话就准备开工了。这是村民过来帮我们捡那个砖头啊，这是坏的砖头是吧？是。这批砖头就是有一些损坏，待会儿的话还要重新拉回去。这每个学生都出工出力，这东西干活的话效率啊就特别快。你看，今天开始呢也正式开始动工了。我们今天早上过来啊，清早，你看这个工人们就是他们已经开始挖地了。这些挖地的这个工人，他们都是志愿者，因为我帮这个学校买了材料，所以这个村子的村民啊，他们都自发主动的来帮我们就是干活，这个是无偿的啊。真的特别好。我们来看原来这个学校，这是个帐篷学校，就是四个帐篷啊。这学生呢就在这个帐篷里面风吹日晒雨淋啊。然后冬天的话，这下雪了，根本没法上学。这本来应该是我来给他们买的，结果他们给我买了，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待会儿我们中午去买点东西给他们送过来。原来的这个校长的这个教室啊，现在已经被我们拆了啊，就是用来放那个水泥袋了啊。这大概几十包水泥啊，150包吧。我记得我那个朋友跟我说。校长的这个办公室现在已经用来放这个材料了啊，喝个早茶啊，然后今天又开始这个干活了，兄弟们。家里面有那个山羊，然后山羊早上就是从这个山羊的奶子挤出来的，我去，不是这羊奶够新鲜啊，有股膻味啊，兄弟们，干净又卫生。这个真的是校长还有这个村民啊拿出来的这个最高待遇了。你看有饼干，有这个山羊奶啊，新鲜挤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很便宜，但是对于这么一个村庄能够拿出来的话，确实啊很不容易的。所以说给他们盖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的话在所不辞啊。这边盖一个学校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啊，因为这边的话我们买了很多材料在这里啊，砖头啊、水泥啊，包括这个石头啊。如果这些东西你不看着的话，真的会有人偷啊。就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没人来看的话，明天早上可能这水泥袋全部被人扛走了，因为这个一袋水泥的话能卖个300、400左右啊，还是一个比较高利润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原来的这个大门啊。今天学校第一个任务呢，第一天我们计划就是把这个沟啊给凿出来，然后这里呢就是盖一个结实的围墙。它这是个仪式感啊，第一块石头得让我来放。现在已经开始下这个石头了啊，就是让他们注意一下安全，别砸到脚了。现在我们村民啊，就是全在帮我劈那个石头，这大石头全部劈成那个碎石，然后放在那个沟里面啊，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基啊就非常的稳固。在这个地方呢要建一个围墙，不然的话这个学校一直没有个围墙也不是个事儿啊。你看这个都是一个布加那个铁丝网，原来连门都没有，这哪是学校，也太简陋了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先修学校，先从这个围墙开始啊，先把这个门给修好。我们给这个村民啊，就是拉来了很多砖，这个是我个人啊，就是
捐赠这个学校。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也已经跟那个政府啊，就是批下来了。这个地方属于一个公立学校，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市区啊特别远，属于偏远地区，所以说政府这边呢没法去管这个地方，知道吧？所以这公立学校的话，既然我来了，我就准备啊把这个钱就是花在这个学校上，用来建设这个学校，让这个学校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大家看啊，现在我身后就是4个帐篷，再等个2、3个月，你们来看看啊，是不是还是现在这样子？现在这个学校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请记住它现在这个样子，一贫如洗，是不是？然后这都是大空地，除了4个帐篷啥也没有，连那什么校长的办公室啊，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露天的，然后那个厕所就3间啊。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时间能够证明一切。今天的砖头已经拉来了一部分，明天还会拉一部分。这位是校长啊，在这个地方已经坚守了20年了，一个人干7个人的活，没有工资啊，就是一直为这个学校的孩子默默的付出啊。作为一个过客来到这里，对吧？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把这地方盖几间像样的房子，是吧？然后后面的话给他规划一下，把这里到时候这个地方盖一个那什么办公室啊，给这个校长整个办公室出来，不然的话连个办公室也没有，过得也太凄惨了，真的。这地方日后的话就做成一个食堂啊，把这个公立学校要给他把这个设施啊配套全部做好啊，弄得明明白白的，兄弟们。咱们那个村民下班了，来，Goodbye